Hello，大家好，大家元宵节快乐！那这支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的宝宝他们最近午餐、晚餐都吃些什么呢？我现在做的这个是鱼饼，做法很简单，就是把萝卜、鱼肉跟山药打在一起，然后直接煎成饼就可以了。那最近我每次给宝宝做鸡翼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吃光光，所以接下来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超级简单的做鸡翼的方法。首先我会在鸡翼上面刮几刀，然后放到锅里面煎，两面都煎成差不多金黄色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就是把它丢到装有一点点水的锅里面，然后再加一勺万用的调味粉，煮熟就 OK 了。两个宝宝是真的都很爱吃鸡翼，每一次他们都可以就是自己把鸡翼给打开，然后把它里面的肉全部都吃光。Yeah. 肉肉，牛肉，这个是蔬菜。接下来这个是我们平常吃的一个炒饭。是我自己很爱吃的，然后顺便给宝宝做了一份。那需要的食材呢，一般就是肉跟蔬菜都放在一起，然后再加个鸡蛋这样子。那肉的话，什么肉都可以，将肉跟鸡蛋放在一起搅拌。然后蔬菜的话，看看宝宝他喜欢什么口感的蔬菜。如果他喜欢那种脆脆的话，就可以选择像我选的芦笋跟豆角。那如果他是不喜欢吃这种脆的话，那就可以选像菠菜或者是菜叶子这样子。那所有食材都准备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下锅了。将肉先放到锅里面。先煎一煎，炒一炒。炒肉的时候也可以加片姜去腥。之后再加入蔬菜，如果是豆角的话，硬一点的蔬菜的话，就需要加点水去把它给煮熟、焖熟。最后加入白米饭，翻炒就可以了。有时候我也会用煮熟的燕麦代替。那我今天做的这个，我放了我之前做的万用的调料，然后直接炒一炒就可以上桌。那如果是用燕麦的话，就可以做成是那种芝士的那种味道，可以加燕麦、牛奶跟芝士。接下来这道菜是用我 baby 最爱吃的食材组成的，就是番茄、蘑菇、菠菜还有肥牛。番茄的话，我会做成汤底跟一个番茄酱。首先我们会需要把番茄切成这种丁块状，这样会比较容易煮得烂。然后呢，我们会把番茄丢到一个差不多装有1/3水的锅里面，将它煮到沸腾状态就好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处理一下我们的香菇。那香菇如果是干菇的话，就要浸泡，然后浸泡好之后，再将它切成一块块的就好了。当番茄已经熟了之后，我们可以把它分为2份，一份就是不要水的，放到另外一个平底锅里面，然后倒上我们的玉米粉或者是藕粉，就是碗里面大概1/3的量的勾芡的那个水。要不断的搅拌，让它变成浓稠的状态。那另外的那一锅番茄汤，我们就可以将香菇、将煮熟的菠菜也放进去，然后一起搅拌。搅拌之后，再把肥牛也放进去，一起煮熟就可以了。这个有点像在打边炉的感觉，真的不用加任何东西，但是都很香，超级香。我在视频中间插播了一些宝宝吃饭的完整片段，跟大家分享一些吃饭的习惯的一些小 tips。其实视频里面呈现的是比较完美的状态，真实的话其实没有那么的完美。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看下去。宝宝他大概1岁多的时候开始，就是跟大人吃饭的时间都一致。
那大人的食物有很多调味嘛，所以还是会单独给宝宝做辅食。这个阶段开始，宝宝他们的饭量就会有差别，所以我们都不需要拿自己的孩子跟其他的孩子做比较，就只要宝宝生长发育良好就可以了。那如何培养宝宝用餐的好习惯呢？首先就第一点是要按时吃饭，正餐期间都不宜吃太多零食，特别是正餐前1个小时就不要给宝宝吃任何的东西了。第二点就是就餐仪式要做好，就比如说宝宝吃饭之前要带宝宝去洗手，给宝宝放好餐具。第三点就是爸爸妈妈跟宝宝一起吃饭，这样的话宝宝会更有参与感，而且看到爸爸妈妈吃东西他们也很想要吃。那第四点就是宝宝吃饭的时候要专心，我们尽量不要让宝宝看到手机啊、电视什么的，要让宝宝就是专注于食物跟他吃东西的这个过程，就也不要经常的去逗他笑，也不要去冲他发脾气什么的。那第5点就是限定每顿饭的时间，不要让孩子养成边玩边吃饭的坏习惯。用餐时间我觉得45分钟吧，你也主要是看一下宝宝他那个时候是真的在吃饭还是就是在玩食物。如果是在玩食物的话，就可以让宝宝离开桌子了。像是菇啊、菜啊这些，他们其实也很爱用手抓来吃。那我一般也不会说一下子就所有东西都摆在他面前，就是先给他一部分，他吃完了之后我再给他添加，然后这样的话就不会太浪费食物。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道生蛋炒生蚝跟菠菜，这个就是很普遍的那个生蚝炒蛋的做法，就直接把蛋打碎了之后，加一点点牛奶，将生蚝切小块，然后放到鸡蛋里面，然后再把菠菜给煮熟之后加进蛋液里，搅拌一下，然后放在锅里面炒一炒就可以了。那生蚝它含有很多的营养，比如说钙啊、铁啊等，然后生蚝补锌又能补钙，它是可以促进小孩子的身体发育的。不过时不时吃一点就好了，小孩子也不要吃太多。那这道菜我就可以跟 baby 一起吃。那接下来这个就是我宝宝他们很爱吃的豆角，不管是只煮豆角还是用豆角配其他的任何的肉类，他们都吃得很开心。他们喜欢吃这种长长的一条一条的豆角。那豆角的话一定要就是煮到软硬刚好的阶段，又可以嚼得动，但是它又不会说太软。那一般豆角的话，我就是会加 cheese 粉或者是我的那个万用调味粉来炒就可以了。我宝宝他们很爱吃紫米饭，所以我一般都是会用白米加一点点的黑米来做饭，白米饭跟黑米的比例是3:1就可以了。最后要介绍的一道辅食就是鲜虾丸。那我一般会用猪肉跟虾来做配料，然后再加鸡蛋。你也可以选择用鱼肉跟虾和鸡蛋，这样子也 OK。虾的部分我会先把皮剥开之后，然后用刀从背部切开，然后把里面的那个肠子给挑出来。然后就可以把虾放进猪肉跟鸡蛋里面一起打。那选猪肉的时候就可以选五花肉，最好是肥肉少一点，但是也要有一点肥肉的，这样子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好。那做好的虾丸你可以选择是用水煮，放在汤里面，或者是直接把它煎成一个个虾球的样子都可以。那如果是放在
汤里面煮的话，可以再加一点点芝士粉一起打，这样可以让虾丸更有味道一点。那我现在煮一点面，然后把虾丸放进去。我一般煮青菜的时候都会加一点点万用调味粉，然后我会加一点他们最喜欢的番茄汁在面的上面，他们就会吃得比较好。我宝宝他们是真的很爱吃这个番茄的酱。其实我一直在不停的尝试，在观察，就是我发现他们现在吃蔬菜，他们喜欢吃一整条或者是一整片的，也很喜欢吃番茄味的东西，然后也很爱吃一块一块的蘑菇跟牛肉，不管是肥牛还是一块一块的那种，就是韩式烤肉的用的那一种牛肉，他们也很爱吃，就直接给它烤一烤或煎一煎，他们就吃得很开心。然后像番茄，其实大家也可以试一下金针菇肥牛番茄汤面。那这支视频就先这样咯，大家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然后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